Hello，大家好，今天是7月2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继续下跌，但神奇周转将要出现，反弹即将到来。英伟达突然下跌，小心趋势的变化，减仓等待下一个买点。特斯拉周线有了支撑，如果这里出现反包阳线，可以尝试左侧抄底。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53期的视频。那么阿哲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要讲到市场的一个指数方面。那么阿哲会把之前的观点回顾一下，以及呢神奇九转目前到了第8转，那么神奇九转又应该怎么去使用，它又如何会出现第9号 K 线呢？最后我们再依旧看一下三大指数目前的日线趋势环境。对于指数有了认识之后，我们再看到第2和第3部分，那么阿哲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以太坊、科位、谷歌、亚马逊、微软、Coin、科位、礼来、FD、英特尔、APP、SOXL、Meta、AQB、台积电、PLTR、美光、亚马逊、AOI、LITE、MBIS 等以上个股。希望今天的视频依旧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我们视频当中的目录所涉及的内容会偏多一些，所以视频时长一般也会偏长。但如果您不是每部分的内容都感兴趣，那么阿哲是已经整理好了一个时间轴，您可以点击不同的段落去跳转，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一部分观点的回顾。之前我们有讲过缺口方面的一些知识内容，如果您感兴趣，也可以去认真观看我们周一的一个视频。当时我们讲了市场目前再次出现了一个向下跳空缺口，而这个缺口是在道指、纳指以及标普都出现了。那么这个缺口昨天是有部分指数回补了，但是纳指还没回补，所以当前的科技股还是纳指比较弱势，而这个缺口它后续也会是一个强的压力，所以哪怕阿哲认为后续出现九转依旧会有反弹，就大概率会有反弹，但这个缺口它只要不补，那么后续的反弹它其实是为了更大的下跌的一个风险，而这个下跌的一个空间我们会看到底下目前还没有被完全回补过的一些缺口，而这个缺口当时密集是集中在这目前所画的这个区域，这里面有3个缺口而后底下第4个缺口是这一个缺口，所以这4个地方的缺口将是后续反弹缺口弱势继续下跌，而后将会前往的一个目标。所以当前哪怕市场我们认为会有反弹，但也只是反弹，力度不强，无法对缺口形成强力的回补后续空间，阿哲认为还是有底下的这些空间的。而后我们来看到神奇九转的一个内容，目前我们来看到市场的一个日线图表，目前是纳斯达克指数，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其他指数的一个神奇九转有没有出现。那当前纳斯达克指数是出现了第8根，你只要把这个神奇九转的指标调出来就行了，每个软件应该都有这个指标，目前是第8根，那第9根的产生一般是要比4天前的收盘价低就会出现了。当前的4天前它是1天前、2天前、3天前、4天前，也就是说今天的收盘价只要没有比5的收盘价高，那么就是9号 K 线，所以这个九转基本上就是 99.99% 会形成，除非今天直接收盘价是吧过了5的收盘价，否则9号 K 线就会形成。那么九转下跌它其实在美股市场还算是比较有效的，上涨的九转它还要去一些特定的分析方案，有时候可能九转很多个之后才会出现一个上涨九转见到高点，但下跌九转美股是很少出现的，之前这里出现过一次是吧，就见了一个底部了，那么后续就没有出现了。所以每次出现下跌九转时，在美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上其实都可以好好关注是吧。我看到这里当时这里也是个下跌九转，所以它也是一个低点，上涨九转可能会有很多次之后才见到高点是吧。当下跌九转很多时候美股的环境一出现，大概率就是离底部不远了，或者说离一个反弹的底部不远了，包括之前这种下跌是吧，到9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到9就是低点，到9就是低点。所以一个下跌的神奇九转，这种下跌衰竭的一个信号，在美股市场一个相对牛长熊短的一个市场，它的一个下跌九转往往会产生不少的一个帮助，包括之前我们在今年也提醒过的这个周线九转也同样是关注点是吧，之前这个地方周线的一个下跌九转也产生了一个大的行情，当然现在是没有的，现在是先出现的是日线的一个九转，所以一旦九转产生，我们就要开始注意了，很大概率会有一个反弹出现，关注反弹的力度。
当然了，九转是一个左侧信号，如果可以，我们更希望在九转出现时，或者说九转之后能够产生比较明确的阳线。比如说之前这里说也是九转，但九转之后它一直都是连续阴线的下跌，那你提前买进其实也容易被套，是吧？所以我们一般还是希望九转代表下跌可能衰竭了，但我还是能够希望是看到一个能够止跌的动作，是吧？更加明确的阳线出现，我再去买入，再去抄底，再去博弈反弹啊，那样会更好。以上是对于之前的观点做一个简单回顾，以及我们最新的一个技术分析神奇九转的产生做一个提醒。希望这一部分能够帮助到您。如果您是我们的老同学，听到这里，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的宝贵点赞、宝贵的小红心，依旧支持阿哲每天的创作。当然，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希望，如果视频帮助到您，您也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开之后就会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我们未来可以持续的学习技术分析，也同样可以跟随关注美股行情。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三部分，三大指数的一个分析。指数方面，我们来看到它的日线图表。这里阿哲加上了一个指标，是上海趋势图，专门用来看趋势的。如果您是点击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这个指标大家是可以去找助教去安装去使用的。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纳斯达克指数，它是最弱的，除了从缺口的角度去看，也同样从紫色飘带转为黄色飘带，持续直到目前为止的状况也看得出来。目前的标普偏向于震荡，而道琼斯依旧维持一个上升的一个行情，还未完全走弱，而纳斯达克指数是已经长时间走为黄色飘带。这个黄色飘带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一旦出现，我们都要注意了，它意味着下跌趋势的形成。而如果在这种趋势之下还形成高点降低、低点降低，那其实这个趋势就是很明确的下跌的雏形。而当下要小心的是，如果本次不管是纳指九转还是其他的指数的反弹不强劲，就会导致道琼斯从一开始持续的紫色飘带上升趋势，将转为黄色飘带的一个趋势。这个反弹道指已经开始出现，如果这个反弹不能够突破左边这个蓝 K 的高点，蓝 K 线变成一个压力，那么这里再往下破个低点，那么趋势的黄带则将会变得很牢靠，市场更大概率道指也将会有一个上涨趋势转为下跌趋势。而如果道指都转为下跌趋势，那么其他两个指数，那么相比于道指来讲更弱的，那么纳指和标普那肯定就进一步走弱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昨天的缺口回补当中，道琼斯是全部回补了之前的下跳缺口，而我们的纳斯达克指数是碰都没碰到。标普是回补了大半，但还差一点点，所以从这个缺口也能够看出指数之间的强弱之分，道指最强，标普次之，最弱是纳斯达克。而图表当中所看到的，不管是纳指还是道琼斯，其实都有蓝 K 在这附近。蓝色 K 线它跟九转的含义类似，也代表下跌容易有超跌，容易有反弹的可能性。但一般我们比较想的是，一般出现蓝 K 的地方最好能够有止跌的阳线出现，目前还在连续的阴线，所以还缺一根止跌阳线产生。一旦有止跌阳出现，而后最好把蓝色 K 线给反包，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至少纳斯达克指数有望去回补这个缺口，去碰一下上方黄色飘带的压力。所以当前的美股环境，阿哲认为还是不到这个随意抄底的地步。而后目前我们要关注的是市场九转后它的反弹力度。一旦有反包阳出现，那么就可以看一个反弹，短线做多机会也会有。但如果市场在这里就是持续下跌，是吧？它不走出反包阳线，那包括道琼斯和标普只是反弹飘带，就走压力回落，甚至还会有更低的低点。那这种时候我们就好好乖乖的控制住双手，不要随便去加仓。这个时候多头就很不好做，所以至少要等待一个明确的这个信号。所以在后续阿哲在讲个股时，也会用这个方式来看一下这个个股标的当中他们的一个趋势环境。如果您已经订阅了阿哲频道，但是还没有安装上海趋势图，或者说还没有领取到阿哲给各位订阅粉丝所准备的福利的话，那么都记得可以在我们的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到阿哲的助教老师，跟他说一下您已经订阅阿哲频道，需要领取我们的粉丝订阅的一个福利。不管是上海趋势图还是阿哲的一些其他的福利，比如说内部一些不公开的课程，亦或者是盘前广播，阿哲每天会写的一些信息，会在盘前发布到我们专享的订阅粉丝的一个频道当中。那么这些是从福利都可以去找我们助教老师去领取，不管是右上角的弹窗小卡片，亦或者是底下评论区的置顶链接，阿哲都把助教联系方式放置在这两个地方了，大家都可以找助教去领取。那像我们本周会有一个内部课叫大跌之下的美股趋势交易，
我们的美股期权课每周也都会有，大家看你感兴趣的方面都可以找助教去报名。本周我们从7月28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已经开课了。本周的课程，如果您是目前刚看到2则视频想要参与的，都可以找助教去参与去报名，因为这个课程是不公开去讲解的，都是内部课。而只要您是今天点击订阅的同学，都可以免费参加。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二部分个股解析环节。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在特斯拉的一个走势当中，它其实就是走出了我们之前所想到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走势。刚开始呢，我们认为市场会在这里走出下跌中期底部，而后有机会往上去突破高点。但因为趋势的一个改变，市场后续并没能够维持左侧这种强劲走势，而后开走弱。我们的预期这里可能不只是中期低点，上方这个九转的地方它也有可能中期高点。那么下跌反弹之后，目标就是一个至少破低点的行情，是吧？走出了这种折形，这是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的，要预防的它的一种下跌的延续。目前也走出来了，那走出来之后，一般对于关键结构的破位之后，它往往会有反抽的确认。所以当前特斯拉，如果你要做多，阿哲认为不要想着这里是一个大底，直接去做一个能够创新高，或者说直接走出一个上升趋势，可能性很低了。市场走出了一个下跌九转，这个九转产生的时候，它意味着市场容易衰竭，容易反弹。但一般这种九转产生时，它也意味着市场会有一个压力在这个九转结构当中出现。如果市场出现一个上升九转，往往这个九转它的底部附近将会是一个支撑，而如果出现的是一个下跌九转，那么它的一个顶部附近往往是个压力。那么这一波反弹很强，突破了第一个九转的区间，但是在第二个九转的区间形成了一个压制所以每一个上涨九转产生一般是会奠定一个上升趋势的支撑，每一个下跌九转的出现会奠定一个压力的产生。所以当前又有一个破底行为产生的九转，那么后续的上行它将会面临一个特别强力的压制力。那么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就只能说作为一个反弹线，这个反弹的目标要么是测试之前破位的有效性，要么就是对于这个缺口的吸引力有一个试探。所以这是目前这对于特斯拉，如果你要做多可以这么去看，如果要做空，当然这个地方其实已经不少利润了。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行情走势，这里出现一个九转，九转产生的时候，我们一般会有伴随一个支撑线的出现。那一般九转产生时，我们会有伴随一个支撑线的出现。那当前的特斯拉，它的九转出现之后，底下支撑是大概在291附近，所以这里是它的一个支撑线。那个地方只要不实体收阴跌破的，很多时候这个九转它的一个反弹会比较可观一点。当前它有一个白色的 K 线，在上海趋势图当中，白色 K 线它代表一个相对中长线的关键的超跌，如果刚好伴随有一些支撑位附近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所以白色 K 线它比蓝 K 更加稀有，更加少见。在整个图表当中，其实蓝 K 还有一些，但白 K 是目前已经很久没出现了。而这个白 K 所对应的左侧其实是一个密集的筹码区间，当时一个主升浪产生时，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囤积，是吧？走了一个收敛，所以这里会有一些筹码的支撑，刚好出现了一个中长线的超跌，而后加九转，所以这里出现反弹概率会极大。只是反弹力度多少，我们需要去后续跟随。一旦这里出现日线的反包阳线，那么将是一个博弈反弹的买点。而周线上的关键支撑就是龙门线，龙门线是曾经在中长线产生过支撑，而后出现大行情底部的一个地方，现在又来到这里了。当然这个地方跟之前不一样，它的趋势是一个假突破之后的回落，所以这里如果做的是一个头部，那么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反弹的概率比较大。它这里又有一个比较大的阴线，周线这么大的阴线，它肯定是有一个抛压的，所以一旦回踩这个龙门线300的价位，而后反弹，这附近包括日线的缺口将是一个强大的压力。所以这里一旦做多，只能说先看个反弹，能把这个缺口回补一半，都算是不错的空间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只标的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英伟达的走势从刚开始还不错的低点抬高的这种推动，突然之间被击穿了一下。那么这个击穿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阴线，所以这个动作应该要做一个减仓了，是吧？之前我们左侧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蓝 K 突破的买点，上涨之后二次回踩反包突破，是有一个右侧的机会，至少右侧的这个仓位得要损掉，是吧？要打止损。我们的买点就是这个阳线反包，那正常来讲，阳线跌破，这里右侧就要走了。之前左侧的仓位可以选择止盈，或者说你也可以等待再次的回踩这附近的一个买点，因为左侧相对偏长一点，这个周期所以要看个人。
当前这一波下落虽然说是大阴线，但它是从一个上方的压力回到了之前下方的支撑，所以目前这个支撑还没有被跌破，依旧可以关注它的支撑有效。如果再产生一些止跌买点，那同样可以按照之前的左侧的这种交易，在这附近找左侧的买入信号。那我们再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当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上海趋势图，上海趋势图当中，之前我们的买点就是当时回踩龙门线的蓝 K， 这个龙门线是日线的龙门线，日线龙门线没有特杀周线的强的一个支撑，但是它也在日线上会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在碰到日线龙门线之后出现了一个反弹，反弹力度还可以，缺口都回补了。那目前的再次回踩，那么我们依旧会把它认为是一个重要支撑附近，所以这里还没有到一个改变趋势变太弱的一个状况，还算是一个强反弹之后的二次回踩的一个窗口。价格走势今天应该会出现底下的红柱，那一旦红柱产生，它是容易出现一些衰竭信号，也可以去好好关注一下今天价格会不会出现长线影线，或者说10日星，是吧？以及低开高走阳线，如果有这种比较激进的左侧介入点，当然会比较激进一点，右侧就最好等待有相应的仿包阳线出现。那么它的龙门线的支撑是 193.265， 而后看到周线上，周线它其实还是维持一个蓝 K 的突破有效，是吧？目前是对于这个蓝 K 突破周线止跌，我们说是确定了。那周线止跌目前虽然往下跌，我们还是把它按作二次回调来看。那周线的支撑其实就是蓝 K 底下，它不破蓝 K 底下，我们依旧认为它是一个上涨回调，而后寻找支撑，再往上去推动，去容易再创新高的一个格局，因为它是一个上升趋势，只要是上升趋势，那只要是一个指示飘带回调时，一旦出现止跌，我们认为它容易再有新高。那包括现在是吧？一旦趋势延续，那么这里是一个低点，我们认为它会有再有新高。所以蓝 K 的地方这次防守，那么依旧往上看，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预期。小的一个结构最好能够守住龙门线，因为支撑就在龙门线底下了。接下来我们看到标的就是加密货币。目前我们看到加密货币的一个走势，在上周我们是讲了做多以太坊的一个单子，最好你能够去止盈，或者说至少要做一些减仓，是吧？不能够在这个地方还去加仓，因为目前的市场跟标普纳指的背离是一样的。这个之前我们因为底背离做多，是吧？之前的以太坊是市场虽然上涨后二次回踩没有创新低，而后比特币是上涨之后反弹之后有一个新低，这种就叫做两个货币的背离。这种加密货币背离之后出现了一波还很不错的一个反弹行情，虽然趋势没有变，依旧是下跌趋势档，还不错。好，那么作为上涨走到现在，昨天的盘中其实以太坊以及比特币其实出现了明显的开盘后的这种加速，美股盘中的时候，这种过程当中它其实又出现一个背离，以太坊是有了一个新高，而我们看到的这个比特币它没有新高，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顶背离，所以目前形成一个顶背离，并且有明显的一个下跌走势，它的价格结构其实已经趋向于破位，所以又有顶背离，又有明显的阴线下跌反弹下跌，这个地方其实风险性会比较强。按小级别来讲，是吧？它这个低点其实有一个小级别的一个底背离，但反弹不能修复顶背离，那其实也是为了更好的一个后续下跌，甚至是修复之前的下跌的，甚至是修复之前下方的一个背离啊，所以这些都是要相对注意的。一旦有顶背离，你做日线级别，那么就要小心了。短线日线是吧？你做1小时、4小时都相对多单要小心，有底背离的时候就要注意，是吧？日线4小时，你做多单其实就开始有机会。所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分析的角度。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3部分，有关于第一只标的是 Core 位。目前我们所看的是 Core 位的图表，Core 位它是一个下跌的趋势，下跌趋势当中它之前是有一个九转的，但是这个九转出现时它也反弹了，但它是一个黄色飘带反抽之后有压力，所以我们说九转出现归出现，容易有反弹也反弹，但是趋势不好时你再怎么转也是反弹，大概率都是反弹。价格走势碰到黄飘带继续下跌，碰到黄飘带继续下跌，所以目前趋势就是稳定的下行指示，左侧有一个支撑，所以这里感觉止跌而已，但是它的信号不明确，它的价格走势在周线上还是保持下跌的蓝 K， 没有消失，没有反包，所以一般来讲我们最好要做超跌而后反弹，周线上的信号更值得我们去关注。之前这个地方出现了蓝 K 消失反包是吧，还是很不错的。这里我们左侧又来到一个支撑区，这里它消失反包阳线，我们看一个反弹也可以，只是目前还在超跌，所以这个就还没有明确的止跌，还需要再等等。
谷歌我们就可以好好关注一下了。谷歌我们之前讲过，就是龙纹线破位2根 K 线要注意止跌的信号。之前这个地方其实也有啥破位2根 K 线，龙纹线一旦破位2根 K 线，有些个股的股性就这样子，就是它中期低点指望在这里出现假破位就止跌产生。当然这个地方有点不同的是，之前下跌至少还算是也算加速，但至少这附近没有大的缺口，像它的缺口后面呢其实都被很快的被回补掉了。所以没什么压力，但是现在谷歌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运线上破，其实是个买点，也有九转，所以这附近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会有一个反弹，只是它这个地方的缺口又很大，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地方往上走，它的龙门线能不能快速的突破上去？这里有机会是又一个大的底部，如果反弹很弱，压力很强，那走震荡就比较麻烦，所以这里可以作为买点，是可以作为买点的，防守位可以放在后续龙门线，可以放在314.5附近就往下移一点价位，上方的龙门线压力是在333.124，这个可以注意。现在是个股，我们来看到微软，微软它回踩了一个紫色飘带，止跌了。紫色飘带哪怕它是一个趋势不好的状态下，它也有可能产生一个支撑，走一波趋势。像之前这种地方是吧，转为紫色飘带，回踩有支撑是吧，后续也产生了一波趋势的上行，价格创了新高。有时候趋势如果回踩时它不能够有效止跌是吧，那像这种地方它起不来。那没有止跌，那它就是维持下跌，这种紫色飘带就没什么用。如果反弹时连紫色飘带都没有，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当前它又来到了紫色飘带，那么我们要关注它的回踩止跌有没有用。这里是一个运线，所以这里如果能够有止跌阳突破，是吧？运线上破，那么我们认为它会走一个再次的低点，然后再次的新高，去走出这种折形。目标位就是推进市场到龙门线的位置。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出现阳线上行，可以作为买点，压力是420.375，那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目标位。之前也是到这附近突破2根滞涨回落。从周线来看，它的风险就还算不大，因为它已经跌了蛮长时间的，目前也是左边的这个区间有支撑。之前在这里反弹一次，二次回踩有长下影线又反弹，所以这里趋势不太好，但是日线的反弹是有机会去挺进一步的去扩展的，但整体趋势是一般的，所以不能作为长期大仓位去布局的一个点，除非你要博弈它是一个中长线甚至是长线的底部，那但目前还看不出来技术面上。现在是股票，我们来看到 Coin 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买点，但这个买点类似于这个微软，它的趋势整体是不太好的，所以这是一个短线买点。而价格回踩飘带如果有止跌，最好是有一些触碰飘带的动作，比如说之前这种地方上涨回踩有飘带是吧，有支撑，上涨回调触碰飘带有支撑，有给到一些买点就可以去做多。当然我们防守位一定要做好，因为它是空方趋势，大趋势是空方，价格上涨回调有蓝 K 就更好了，对吧？反包，然后我们认为趋势会走新高，价格回调支撑是吧？回调支撑，现在其实也是一样，价格上涨回调，紫色飘带有支撑是吧？有支撑，这里构成一个比较漂亮的一个买点，那么这里就可以作为短线买入，然后看价格继续挺进，创出更高的高点。当然这是短线方面，这个做不做都可以，只是一个参考。那从周线上来看，是不是跟微软是一样的？价格是一个黄色飘带的下行，它是一个压制，所以整体虽然左侧有支撑，但是这个地方它反弹力度不强，徘徊久了之后肯定会往下破，是吧？除非它能够在这里借助支撑走出很强的周线的上行，那么它的一个飘带将有机会转为止带，那往上才能够说这个支撑是有效去推进市场走出像之前一样的这种中期的底部行情，才有机会。否则反弹弱势，这个黄色飘它一直压制，起早去破位，所以现在还是一个短线的思路。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 Circle 是不是也是周线？这是日线，所以日线的黄色飘带压制，日线都压得这么长了，周线的还是一个蓝色 K 线，周线蓝 K 还没消失，本周好像要消失，但是只是第一天，所以我们要再等等，看一下本周是否能够形成这个上行账上飘带，那么就有机会呢，在转为紫色带之后推动周线的中期反弹，那样的话呢，空间还是能够看到 82.29 附近。是吧？现在才65，所以大概是龙门线附近，所以这个空间还算是有那么一些短线的利润。大体这个支撑和压力在之前这个地方，这其实类似，如果周线反弹，就类似这个地方是个压力。那么你如果做短线，你可以去开始博弈，你可以开始找买点。价格呢，目前其实可以算作是有一些买点的机会，你的空间最多就这么看。当然最好的话就等子弹会更好，当然紫色带出现的时候，它肯定是空间就没现在那么多了。然后我们来看到下一个股票是礼来。
你来当前就还是走一个上行，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之前做这个蓝色 K 线回调时去突破买进，它是突破之后才出现了黄 K， 是吧？出现这种止盈信号，但现在呢是突破归突破了。没止损是没止损，涨也虽然是涨了，但是它好快，现在这里就出现了黄 K 了，所以风险呢在新高之前出现，这里小心。如果收阴线破，那阿哲认为哪怕没有跌破止损，我们这个也应该减仓位，是吧？预防一下它要去打止损了。如果这里不破飘带，不破黄 K， 那么继续往上看。所以市场呢在走一个趋势强劲的时候，我们呢认为只要是紫色飘带，那么有蓝 K， 其实就可以去做买点。现在其实也是一样，是吧？这里也可以买点。你会看到最近指数其实环境一般般，但是这个股票买了之后，它其实也没打止损，那甚至还有一点钱赚，是吧？是比很多股票都强太多了。指数目前的环境，还有股票买了之后能够涨，已经是小概率事件。所以目前如果你手中还没安装上，也就是图当时你想要找到这种买点，都可以在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当中找助教去安装啊，那么就可以使用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一个个股是 AMD。D 的趋势就保持震荡，不算说特别的走弱，但其实有这种现象，因为它的飘带目前还不是说特别宽，所以它的空方不是说很强劲，还在走震荡。价格呢已经是跌破了飘带，反抽飘带又跌破，所以正常来讲，这个低点应该是守不住的。就是这种是趋势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发展，就是黄色飘带就是容易有新低，不容易有新高；紫色飘带就是容易有新高，是吧？它不容易有新低。而当你发现紫色飘带很难有新高，而后有新低时，其实趋势就开始转弱，转为黄色飘带呢就更弱啊。价格走势目前就是偏震荡，一旦低点这破，那就是可能要往这个日线龙门线走了，318.598，所以这是要相对小心的一些。再看到英特尔之前它有一个假的突破，或者说一个无效突破，而后快速的下跌，这跌的力度挺强。从周线来看，就连续阴线，周线连阴，而后出现了九转的第4根，而后它是一个蓝 K， 蓝 K 呢出现时就说明超跌了，又有紫色飘带，所以是一个好的伏击圈。但伏击不是让你直接去盲目抄底，因为它这里还要确定它是否真的够低了，确实有人去买了。所以关键在于这个蓝 K 能不能消失而后仿包，所以我们能够放多点耐心会更好，是吧？等待蓝 K 消失仿包再去做加仓，而不要随便的去抄底。那目前已经有了这种引线的出现，这个地方出现蓝 K 消失的话，我们再去日线找机会。蓝 K 如果能够仿包再找机会，那一般来讲应该会站到飘带之上去找右侧买点，那肯定会更加安全。当然它的盈亏比会差一点点。现在这个股来看到 APP 它其实有一个超跌的买点，价格下跌有个九转的后破位了，就是它还是继续跌破了，所以这个九转呢它只是说衰竭，不代表一定能够止跌。这个蓝 K 没突破，到这里突破了，所以它九转回九转，它可能推后了这个超跌，所以到这个地方才超跌确认反弹，所以这里呢可以作为买点。买了之后，我的方向是看最小是看着这个飘带，所以这个飘带的压力是444.706，所以这个地方构成一个买入的信号。从周线来看，它也是蓝 K， 但这个蓝 K 就是还没消失，是吧？阿哲不是说要消失还买吗？这种其实就属于我提前去博弈它消失，提前呢去赌它这里呢会出现止跌上行，就是目前是周线的还没形成。如果我的日线那买点成功了，那么它是不是很容易出现什么？就是可能这里就是蓝 K， 这里到时候周线收盘就消失了，这种就是提前去买，但这种就是左侧嘛。你说如果你等右侧，比如说我等九转了，蓝 K 确实消失反包了，我再去操作日线的买点，那肯定会更加安全一点。所以呢，这是不同的思路，而后承担不同的风险，那么获取的收益空间那肯定也有所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属于第一个，你如果敢买是可以买的一个买点。止损可以放在这个蓝 K 底下。那么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半导体3倍做多，目前这里是临近这个龙门线106.887，所以这个地方继续下跌，其实空间正常。如果是中期回调，它的空间不多，它的周线上也是蓝 K， 蓝 K 上周出现了，本周不知道会不会消失，但是目前其实是有一个支撑，就是这根 K 线的低点116.47可以作为一个支撑，就是之前这个低点 K 线的低点，它作为支撑不破反包阳线，其实可以作为左侧去博弈，它是一个止跌上涨啊，因为它离龙门线很近了。是吧？这种区间内呢，我们就可以去搏一搏，这里会是一个中期底部。如果成功了，那你第一笔仓位，那么就是优势。不然的话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等，等什么？跌到龙门线突破飘带，再去找买点。那个时候有时候可能是追涨，有时候它没有回调，有时候它的买点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便宜。这种就是不同的风险承担，不同的一个买点。这里买的是左侧，那一旦有交易机会，那买入，那么就会比右侧会更早。当然，有时候也会容易失败。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Meta 的话，就是不断的有蓝 K 出现，日线上跌破飘带2根，而后有
止跌吗？还没有，但是已经有这个蓝 K 这个行为。所以它是超跌，如果超跌之后能够出现反包阳线在这里出现，将紫色飘带，那么我们还是可以认为它这里是一个回调低点，因为它是紫飘带嘛，那么就还有机会。不过它如果不能够在这里挺住，它的九转最好是一个长下影线，不要是破阴线。如果今天九转出现的时候是一个影线，那会更好，或者说它直接就是一个反包阳线，那就最好。那我直接以大阳线的低点作为防守，往上去看，市场还能够去突破这个龙门线。当然，大走势呢，周线上它龙门线还是向上的，整体飘带是向下的，但是它的低点目前在抬高，所以这种其实是可能比微软更容易走出这种大底。而后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 RQB 的话，价格走势它是出现了一个九转，然后没有跌破，它的九转比较早出现了，55.80是九转的一个像强弱线吧，它不破这个点，其实说明这个九转还是管用的，还是让超跌衰竭的，只是它衰竭归衰竭，没有买单，没有什么太多买盘进场，最好能够把9的阴线这个蓝 K 给突破，那么作为买点会更好，否则这个地方有点弱，它一直是震荡。周线呢虽然也是蓝 K，但也没消失，所以周线也快九转了。它本周如果继续走弱，下周再保持震荡不走强，那其实就是下周就九转，是吧？下周九转。我们再看到下周股票是台积电，台积电的一个周线先看一下，周线其实是一个飘带的蓝色 K 线，它呢还像是一个很强劲的上涨回调，上涨回调，是一直是沿着周线的飘带在走。之前蓝 K 在这里，蓝 K 消失反包行情还是很不错的。目前这里又是蓝 K，等它消失反包，再等一等，是吧？你会找到更好的止跌信号。所以日线上目前看呢，就是不明确，走震荡。而后我们在这里，如果你在这种地方买，就是我去博弈它的周线蓝 K 是已经是最后一根，因为蓝 K 目前没消失，这个地方是个支撑，所以有一个信号反弹回落，二次回踩不破，那再走出反包阳线，我可以去提前周线买，但是那个是提前买点。现在个股来看到 PLTR 呢，它有一个买点，我们之前讲过 PLTR 这根大阳线的低点作为支撑，那目前呢它支撑不破，回踩有蓝 K 反包，那这里就是一个加仓点。之前我们说过这里可以作为买点，回踩一波，这里再次可以买入，因为价位呢是偏低的，所以你也可以买多一点。所以这里呢依旧是 PLTR 的一个买入，因为它是一个紫色飘带，所以就是一个上涨回踩，我们去认为它会走趋势，那么就是推动这个短趋势向上，目标位呢就龙门线。那龙门线的一个价格目前是在 148.836， 所以我以大阳线低点作为建仓的一个准备，而后低点作为防守，不跌破，那我就在这附近做加仓，而后跌破就要去损掉。然后往上看这个目标，大概风险应该盈亏比肯定是在这个1.5比1之上的。我们看到周线上其实也是个蓝 K 反包突破，是还在反弹的一个阶段当中，所以这是我们看的 PLTR。下只股票来看到美光科技，美光科技有一个黄色 K 线的跌破，再加上它是一个黄色飘带，所以这个风险依旧保持，不能随便去买入。那么这种黄 K 的跌破加上这个缺口的实体阴线，当然它这里有一个影线，所以也不能算是完全回补。如果今天收阴线再破，那其实就更加明确了。这个黄 K 它的高点风险还是比较有效的。当前如果是一个黄色飘带维持的话，它应该是低点会继续被破位，所以如果这里要转强势，就是缺口不要破了。在这里收一个反包阳线，好，我认为它会去破这个黄 K， 而后转为紫色飘带回踩，再做加仓，而后再去看涨。这样的逻辑就是趋势走强了，否则继续往下收阴线，那就是说明还在走这个趋势下跌。那样的话，其实就不能够随便去买入。目前呢，底下有一个周线的紫飘带支撑，所以这里呢，为什么在最近走出反复呢？走的单边之后走反复，因为这里是周线的支撑。只是它的止跌买点还不够明确。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蓝色 K 线跌破龙门线之后产生，跌破龙门线一根两根出现蓝 K， 这里不破位，那么如果有反包阳出现，就是二次左侧加仓点，这跟英伟达是类似的，不过目前还是蓝 K。所以目前还没有到加仓的地方。从周线来看，它是一个黄 K 之后往下调到飘带有蓝 K， 那么这里就是止跌信号，而后有反包，是吧？所以这个地方是一次上涨。二次回踩，这里不破周线蓝 K， 我们认为它还是走一个回调低点，然后往上去看，就跟这个英伟是一样的，只是它最好不要跌破这个蓝 K， 不要出现这种有效破位，否则大概率是失败的。下只股票呢，看到 AOI， 我们的应用光电 AOI 的一个走势当中，它是破了这个龙门线了吗？还没有破，它还不算有效跌破，所以周线来看呢，它是一个连续蓝 K， 而后也跟这个 RQB 一样，快要九转了，下周就容易九转。所以目前这种地方你也可以再等一等，是吧？它已经不断的试探龙门线，
而后有所支撑，左侧是一个密集筹码区。这个地方如果你等得住的话，最好是等它突破，而后回踩转为止带再去做交易，否则小心它延续黄色飘带，那么容易有延续下跌破龙门线的风险。那么 LITE 也是一样的，它呢在周线上是不是也是出现了破位这个飘带？当然它周线已经有九转了，上周是九转，九转之后呢，底下周线支撑 590.8 附近，那它蓝 K 呢是没有突破的，蓝 K 呢有压力，然后它有可能周线要转黄色飘带，所以整体趋势跌的有点太狠了，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太明确的信号的话呢，就不要随便去抄底，有可能要破这个飘带的。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MBIS，MBIS 在周线上它也是个蓝色 K 线，所以很多股票是趋势大趋势没有问题，只是日线有没有买点的问题。它日线其实也破了黄 K， 所以日线的买点还不明确。那价格的一次反弹，二次回踩不破低，那我在这里再出现什么强势的上涨 K 线，再去看是否能够破黄 K 高点，否则这个地方如果继续破低点，那其实趋势应该还要再寻找龙门线，龙门线的支撑 145.083。那么以上就是7月28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